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谢谢您。女主出现的那天，以1分之差抢走了我的年级第一。她还以嚣张而又明艳的姿态靠近我的竹马沈怀旭。她对我说：“从此以后，我都会踩在你的头上，抢走你所有的东西，提前认命吧。”沈怀旭唇角微勾，如他所愿，对他温柔至极。可是沈怀旭这样的神情只会出现在将踩在我头上的那些人拽下来抵进地狱里的时候。苏清河来的第1个星期就成为了全校皆知的名人，因为他以1分之差超越了我这个万年不动的年级第一。我低下头看着手中几张加起来已有740的试卷，抬手喝了口水，并将错题一一记下，下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的同桌对苏清河有些崇拜，感叹道：“这个苏清河也太厉害了，听说还是北清大学点名要的保送生，不知道为什么会屈尊降贵来到我们这个学校。”鬼知道为什么。苏清河好像从始至终就对我抱有一种敌意，包括他接受广播赞扬时，眼神都是骄傲地看向我的。他走到我的桌前，弯下腰，对我带着讥讽：“我来之前，听说海城的年级第一是一个神话，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果然，鸡头和凤尾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鸡头和凤尾吗？我看着我的740分，并不敢苟同。当然了，苏清河对我的羞辱并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他看见了站在教室门口等我放学的沈怀旭，眼睛都亮了起来。沈怀旭清俊挺直地站在门口，对我说：“书呆子，回家。”沈怀旭是我的竹马，从穿开裆裤的时候一起长大的。我的成绩永远年级第一，而他几乎次次年级倒一。因为我痴迷学习，就连和他在一起时，我10次有9次都是在琢磨物理公式。于是他总叫我书呆子。当然，我知道他舌尖绕着这3个字的时候，眼神都是缠绵悱恻的。后来他不受控制地将我抵在墙上的时候，说：“好学生，你知不知道你对学习的狂热程度，给我一点点就能让我疯了。”现在一个比我更强的苏清河出现了，而苏清河一开始就是冲着沈怀旭去的。苏清河自信地走到沈怀旭旁边，撩了撩头发：“沈怀旭，我教你学习，如何？”沈怀旭有些莫名地看着他。苏清河指了指自己说：“我就是刚刚广播里夸奖的那个年级第一，你相信我有足够的实力？”听到这话，沈怀旭抬起眼看了我一眼，那眸子里似乎是恍然大悟，还带着一点揶揄。沈怀旭是在笑我，怎么这么不中用？我冷冷地别开视线，不想看，但是眼角余光还是忍不住。沈怀旭垂下眸，对苏清河温柔至极地说：“好。”苏清河自信又活泼地冲着沈怀旭笑了起来，露出2颗虎牙，眼中也闪着细碎的期待。一旁吃瓜的同桌忍不住对我低声说：“沈怀旭这就同意了？他不是和你是青梅竹马吗？在这之前我还以为你们会有可能，这个苏清河还真是学习又好，爱情也信手拈来。”后桌也赞叹了句，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真的很般配啊，郎才女貌，给人一种他们生来就应该说一对的感觉，太天真了。我勾了勾唇，撑着下巴笑了起来。他们不知道沈怀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沈怀旭刚刚那种带着目的性的温柔，在每次为我解决拦路狗的时候都会出现，看起来纯良的、无害的、礼貌的，又在不经意之间致命的温柔，不过是他最擅长的把戏。沈怀旭是我身边最疯的狗，他的使命便是守护我。苏清河，我承认你很强，可若沈怀旭满心满眼都是我，你所自以为是的攻略能有几分胜算呢？没错，苏清河是一个攻略者，他的目标是攻略沈怀旭这个男主的爱意值，当爱意值为100%后，这个故事就算他成功。原文中我是恶毒女配，沈怀旭的青梅，在苏清河出现后，我会因为嫉妒做出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坏事来。当然了，这是原文的大纲。
而原文写到苏清河出现这里就断更了。当我觉醒的那一刹那，就注定整个故事会因为我发生翻天覆地的逆转。说来我也觉得有点好笑，在苏清河到来之前，我是不爱沈怀旭的，我的眼里只有学习，所以我和沈怀旭才一直没有成。那时的我矫揉造作地说，高中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啦，等我们考上同一所大学，我们再谈恋爱好不好？书里对我的描写是，我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年级第一，一边瞧不起吊儿郎当人品有问题的沈怀旭，一边又因为沈怀旭的家境吊着他，所以才成了沈怀旭身边的白月光，让沈怀旭念念不忘。在女主到来后，我有了危机感，所以去努力，发现沈怀旭被女主治愈了。书上说的是对的，我对沈怀旭并没有那么喜欢，所以我才好奇，为什么在女主到来以后，我会变得这么疯魔？明明从前我的脑子里只有学习的，但是这只是书里的剧情。我不信沈怀旭会被这么一个货色勾搭。沈怀旭是一个疯子，我也是。苏清河，你准备好了吗？迎接两个疯子。第二天，苏清河一脸暧昧地凑近了我，意有所指地勾了勾唇。昨天沈怀旭可是跟我说，我好像一个太阳，他对我已经快动心了，所以觉得我照亮他了。我劝你识相的话，就赶紧退出。我一言难尽地看着他。苏清河是有点姿色的，他嚣张而又明艳，的确像一个小太阳。可是沈怀旭最讨厌太阳了呀。沈怀旭有日光性皮炎，从小到大，别人无意之间送他什么关于太阳的东西，都被他毁掉了。除了我还不知道的情况下送给他的太阳吊坠。我低头轻笑了下，这哪是喜欢他，这是把他当病毒了呀。潜台词就是你离老子远点。苏清河皱着眉，你笑什么？我正色道，没有，隔行如隔山，我祝你成功吧。苏清河有点恼，他能看出我的漫不经心，可能觉得我的态度刺痛了他的尊严。于是他说，从此以后我都会踩在你的头上，抢走你所有的东西，提前认命吧。他顿了顿，又说，包括沈怀旭，也包括你的年级第一。苏清河势在必得，他得意的眼角微弯，似乎已经看见了我痛哭流涕的悲惨结局。我都懒得掀起眼看他，索性抱了本书与他擦肩而过，拭目以待。他苏清河手握外挂又如何？学习是我的擅长领域，我花了无数的努力，不是他几句话我就会害怕的。苏清河带着羞恼放下狠话，你给我等着。第二次月考前，学校举行了国庆晚会。国庆晚会是海城一中每年必须举行的晚会，无论是刚进入高三的学子，还是高一高二的学妹们，都能得到很好的放松。只不过一般来说，这个晚会是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的。正如沈怀旭所说，我只是一个书呆子，不会跳舞，对唱歌没有兴趣。沈怀旭恰恰相反，每到这种大型的节目晚会，就是他的主场。他作为压轴登场，在全场气氛最热烈的顶峰，沈怀旭款款站在聚光灯下，他的身形颀长清俊，他的指尖欢快地在琴键上跳舞，潭水一般的眸子看着台下犹如天神，全场雷鸣般的掌声皆是为了这个少年。我敛下眼，收起了手上的英语听力，认真地看向了台上的他。我在第一排，可以将他尽收眼底。往年的沈怀旭也会上台表演，从小学到高中，这个舞台都是他的。每一年上台前，沈怀旭都会眸光烈焰地盯着我说，表演结束后，你要第一个给我送花。今年也不例外。钢琴悠扬地进入了尾声，我轻笑了声，拿起了旁边精心准备的文竹，向后台走去。只是我刚到后台，还没来得及踏入进去，我就听见了苏清河的声音，沈怀旭，你刚刚在台上好帅呀。他的声音俏皮而又热烈。我掀开幕布一角，将他们尽收眼底。沈怀旭整个人靠在墙上，幕后的阴影似乎完全包裹了他，而苏清河此刻一脸激动地抱住了他，将头肆无忌惮地埋进了沈怀旭的怀里。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沈怀旭的表情。
我默默掀开幕布，朝他们走过去。这下我才看清，苏清河的手上拿着一束向日葵。苏清河的脸颊微红，丝毫没有在意我来了，只是自顾自地对着沈怀旭放电。向日葵代表着向阳而生，那天你说我像太阳一样，又是太阳。沈怀旭的眉眼肉眼可见的不耐烦了起来，他的指尖不停地摁着骨节，看上去很是暴躁。沈怀旭的脾气对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一直都不好，甚至可以说是古怪。我见过他一言不合就把同桌对哭且得理不饶人的时候，也见过他恶劣的当面撕掉别人送给他的情书。沈怀旭向来是知道怎么把姑娘惹哭的，我倒是不在乎沈怀旭怎么欺负苏清河。我担心的是这里是后台，苏清河脾气也不小，要是两人吵起来，对沈怀旭的名声不太好。于是我赶紧牵过沈怀旭的手，将我准备的文竹放了上去。我这一举动让沈怀旭成功被顺毛，然而苏清河却炸了。他皱起眉，声音拔高：“桑丽，是我先来的，你到底懂不懂礼吗？”我弯起嘴角，可是沈怀旭让我第一个送给他。我凑近了他，用很低的声音在他耳边说：“沈怀旭喜欢我，你能看得出来吧？你要当小三吗？”苏清河咬牙，直接拉住了沈怀旭的手腕，说：“沈怀旭，你到底喜欢桑丽什么？我都可以学，以后你喜欢我行吗？”没想到他会这么直白，倒是让我愣了一秒。沈怀旭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眸光炙热。过了好几分钟，他垂下眸轻笑：“喜欢他成绩好。”这个答案也是我没想过的。苏清河有些急切地说：“之前你也看见了，我是年级第一，我的成绩比桑丽要好。”我看着沈怀旭漂亮的唇带着揶揄，一张一合，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沈怀旭很懂得怎么激怒苏清河。苏清河咬牙切齿：“好，我会一直考第一的，你会知道我比桑丽好上千万倍。”说完，他把向日葵一股脑塞进了沈怀旭怀里。沈怀旭欣然收下，与此同时不忘鼓励他：“我相信你的，加油。”灯光下，沈怀旭的嗓音显得十分磁性，眉眼之间也带着妖冶。苏清河红着脸，有些害羞了，只是他刚张口想说什么，沈怀旭就又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好了，你该走了。”这是直接下了逐客令。苏清河顿时哽住，无奈他只能转身离开，离开前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苏清河离开后，沈怀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试探性地碰了碰我的手，但是又不敢太过分。他说：“这几天为什么都不跟我一起回家？”我能说是因为苏清河，我有点不想理他吗？虽然我知道他爱上苏清河的可能性不大，虽然我觉得我并不喜欢他，可是我就是忍不住的有点想迁怒。我和沈怀旭认识了18年了，从我有印象的时候他就在身边了。桑家和沈家是世交，我的爷爷和他的爷爷曾经是战友，我妈妈和他妈妈又是闺蜜，于是到了我们这一辈，感情格外的好。两家大人索性直接把别墅买的挨到了一起。沈怀旭的妈妈最喜欢叮嘱他，以后你要把桑丽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保护，要是在学校里面她被欺负了，我可第一个饶不了你。家里人都说我和沈怀旭这叫两小无猜。尽管我没有真正的爱上沈怀旭，但是沈怀旭对我真的是没话说的。沈怀旭向来叛逆，不爱听家人的话，且四处惹事，除了早恋之外的学生不该干的所有事，比如打架翻墙一件不落。但是他对我是顶好的。3年级的时候，我的裙子被身后的小胖子泼上墨水，沈怀旭当天下午就拿了棍子站在我的班级门口。那时还小小的他就带了几分匪气，把小胖子吓得直喊妈妈。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整个小学都没有人敢欺负我。初中的时候，大家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我长得还不错，所以引得一些不懂事的男孩子惦记。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只有学习，没有留情面地拒绝了几个爱惹事的男孩子，导致他们校园霸凌我。也是沈怀旭二话不说就找来了他的几个兄弟为我出头。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沈怀旭最后被他妈叫回去跪了一晚上祠堂。
可是他那晚跪着还要拿着纸巾耐心地哄哭哭啼啼的我，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啊，你别觉得内疚，我现在只后悔没把那几个孙子腿也打断。沈怀旭就像是我的骑士，从我记事起就守护在我的身旁，这也大概是书里他后来爱上女主后我不甘心的原因吧。见我没有反应，沈怀旭眉梢微挑，凑近我，愣着干嘛？我轻笑了下，抬脚往前走去，走吧。沈怀旭跟上，狭长的眼眸忍不住染上笑意，单手搭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顺手提走了我的包。正如苏清河所说，他在不留余力地争夺着属于我的一切，每次随堂测试下来，他都是班级最高分，永远都能比我高那么一点点。我的同桌都对苏清河极其的崇拜，他真的好厉害啊，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的随堂测试难度那么高，你已经能接近满分，他还能比你高那么一点点。我没说话，只是淡定地把随堂测试的错题收集了起来。苏清河挑眉站到我的旁边，阴阳怪气地凑近我，你要不就提前认输吧，你也看见了，在我的实力面前，你压根没法招架不是吗？况且这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吧？这可不是我的极限，的确不是他的极限。他哪怕上课不听，他都能得最高分。那副模样好像就是把所有的知识点都游刃有余地掌握了一样。我的同桌像是吃到惊天大瓜了一样看着我们，你们不会是要打赌谁能当年级第一吧？虽然桑丽你很强，但是我感觉苏清河更厉害一点。听见这些话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垂下眼，漫不经心地改了一道错题。既然你这么强，何必来我面前刷存在感呢？直接每次都考第一就好了呀。除非我抬起眼冲他温柔一笑，你是在故意崩我的心态，因为你也没有把握每次都考第一吧。我知道苏清河有一个攻略系统，这个系统会在这个开始不断地让他分数比我高，只为了告诉沈怀旭苏清河比我强，去爱苏清河吧。这也算是给他开的捷径，但是这也就意味着这个金手指不是永久的。在他过了新手期以后，苏清河就需要沈怀旭的好感值才能源源不断地兑换这个金手指，所以他迫切地想要我退出竞技场。想得美！我眼角弯弯，笑得有些腹黑。你做梦！苏清河被我气得不轻，几次深呼吸才调整好了自己。我只是更享受不费力就能把你碾进泥土里的感觉罢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说实话，苏清河这个卦是真的有点厉害。可是，苏清河每次都能比我高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满分。如果我能考到满分，他怎么可能比我高？只要我够强，哪怕后面沈怀旭真的爱上了苏清河，他也掠夺不了我的光环。想到这里，我浅笑着又纠正了一道错题。想用那么简单的言语就击垮我，苏清河简直是在做梦。苏清河不知道的是，我就是一个学习疯子。我对学习其实并不是追求名次，我只是热爱。我喜欢做题的快感，以及在这条路上我会源源不断的有成就感。这大概就是他不能理解的，他只会觉得我学习好只是吸引沈怀旭的手段罢了。在苏清河到来之前，我就一直在入手参加物理竞赛。现在学校要去参加全国物理竞赛的名次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因为苏清河的到来，直接让学校破格给了他一个名额。而苏清河也没有让学校失望，一出马就拿了个全国一等奖，恰好比我高一分。苏清河从转来比我厉害开始，她已经逐渐成为了大家内心崇拜的女神了。现在更是掀起了一阵热潮。同学们说，苏清河本来就是清北大学指定要的保送生，果然实力鼎鼎的呀。而且我还听说他之前主动放弃了那个保送名额耶，这就是大佬吗？我无语了。清神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而对于我，很多人则是感到惋惜又幸灾乐祸。看来桑丽也没有多强嘛，这么轻易就被超过的感觉不好受吧。人家苏清河上课还总喜欢睡觉呢，都可以轻轻松松超过桑丽。人比人，气死人呗。所有人都说我是陨落的神，久而久之我的心态很可能会出现问题，
这样的话就一辈子都赢不了苏清河。苏清河听着身边对他的恭维，受用的眯起了眼睛，还不忘奚落旁边的我，真不好意思，你又被我踩在脚底下了。苏清河志在必得，然而我毫不在意地打个哈欠，棒棒。要是换做之前，苏清河大概已经要生气了，现在他望着我的身后，眼神却开始熠熠生辉。沈怀旭，我拿了第一哦。我扭头看去，沈怀旭的视线落在我身上，沉默了几秒，最后看向了苏清河。厉害。苏清河雀跃地跑过去，一把搂住了他的手臂，夸我，不要用这简单的2个字敷衍我吗？行不行？沈怀旭静默了一瞬，不动声色地将手臂抽了出来，口里却还是说着，你知道吗？你目前的优秀已经让我有学习上的压力了。我差点笑出声。沈怀旭还是一如既往的阴阳怪气，倒数第一能有什么学习压力？苏清河没有听出沈怀旭的阴阳怪气，只是一脸期待地看着沈怀旭。过了好一会，苏清河的脸色变了，他皱着眉，嘴里喃喃道，不对呀，这不应该呀，为什么好感值还是为0？好感度还是0？我心情瞬间开心了起来。沈怀旭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眉眼之间都染上了暖意，他只知道我此刻在开心，所以他也禁不住弯起了嘴角。他不是来给苏清河祝贺的，他是来接我回家的。苏清河肉眼可见地着急了起来，他一把拉住沈怀旭，眼眶通红，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你说你喜欢学习好的，我就每次都比桑丽厉害，你说你喜欢不吵不闹的，最近我也都没有去打扰你。他说，沈怀旭，接纳我吧，让我当你的女主角，好不好？苏清河长得很好看，是那种张扬明艳的美，是出现在众人面前的第一时间就能夺去所有人的视线的那种。此刻他犹如一头受伤的小兽，呜咽着请求爱怜，几乎没有男人能拒绝他吧。然而不包括沈怀旭。沈怀旭单手插兜，嗤笑了声，在他耳边轻声说，没有镜子总有尿吧。不远处一堆同学在吃瓜的情况下，沈怀旭已经算给苏清河留了几分薄面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问他，你不喜欢苏清河吗？虽然我知道苏清河是因为手握系统才那么强，可是不得不承认，苏清河是一个很耀眼的人。他乖张热烈，活泼炙热，长得好看，学习也好，在面对沈怀旭的时候，也不曾说出贫嘴见舌的话。如果我是男人，不知道苏清河的真面目，我可能也会爱上他吧。沈怀旭颇有几分无语，书呆子，你觉得我是傻还是瞎呀？他说，我看得出来，他就是草包一个。我之前之所以对他温柔了点，只是因为觉得你难得遇到个对手，你可能会想玩玩，以前我是怎么待你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说着，沈怀旭一把揪住我的后脖梗，能说出这话，你还真是个小白眼狼啊！以前对你的好，你转眼就忘了是吧？这家伙，我冷下脸，表示不想理他。他总是一言不合就说这种暧昧的话，搞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他。烦。沈怀旭凑近我，他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我理解，因为他脑子不好，可是你得有。我的书呆子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许因为一时的失败就灰心丧气。我相信你早晚能超过他，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沈怀旭的发丝似乎都被夕阳镀上了一层金光，少年神采奕奕，朝气蓬勃。沈怀旭好像脑子不太好的样子，我明明就是个恶毒女配啊，他居然说我人好。不过同时我也是沈怀旭的白月光，倒也能理解。我笑着点了点头，苏清河因为迟迟拿不下沈怀旭，彻底着急了。因为使用金手指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沈怀旭的爱。可是苏清河现在一点都没有能够成功攻略沈怀旭，所以系统很快就不会给他提供便利了。第二天我一到学校，苏清河就把我拉到了楼梯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质问，有意思吗？桑丽，你也有系统对不对？你的系统是什么？不要藏着掖着，有种你就直说啊，背地里玩弄别人有意思吗？他冷笑了声，
我就说怎么可能有人能靠自己考这么高的分，而且还轻而易举的就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还家境也好，各种都好。他的话给我听乐了，我嘴角弧度带着讽刺，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狗急跳墙。苏清河尖着嗓子问我，如果你没有系统，你怎么解释这一切？我不可能会失败的。他说，男人不要太好攻略了，在这个世界之前，我攻略了不下10个，一个个都跟条狗一样，给点好东西就跟着走了。凭什么沈怀旭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能成为例外？我没说话，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知道，沈怀旭真心喜欢上的人，绝对不可能是苏清河这种货色。我的不为所动似乎让苏清河更加陷入了绝望。他笃定我有系统，只是苏清河突然抬起头，阴恻恻地盯着我。其实这事儿也好解决呀，你消失了，不就好办了吗？我皱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苏清河推了一把。我的身后是楼梯，如果掉下去，伤筋动骨100天是免不了的。情急之下，我反手抓住了苏清河。你要干坏事，那就别怪我拉你陪葬。我和他的身子同时往后倒去，几经翻滚，我们谁也没讨到好处。苏清河成了垫底的，他瞪大眼睛，立马被疼哭了。有病吧，你这个贱人！桑丽，你拉我干什么？我的后背疼得倒吸一口冷气。我还能站起来，苏清河显然不行，他尝试了好几次。他一脸苦相，我的腿好像断了。我抱起散落在地上的书，给他们温柔地拂去表皮的尘土，冲着苏清河摆了摆手，那关我什么事呢？苏清河趾高气扬地命令我，你快送我去医务室，不然我就说是你把我推下来的。现在已经是早读时间了，附近根本没人，你不送我就要在这里坐到下课，被别人看见丢死人了。我翻了个白眼，指了指旁边的角落，你刚转来可能不知道，那里有监控。苏清河瞬间白了脸，我头也不回地离开。说实话，我真的想不通，系统为什么会选择苏清河作为攻略者，又蠢又坏。这样的人能当女主，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是一本小说的话，的确挺应该烂尾的。我是作者，我可能也写不下去。这天早上，苏清河一直在地上躺到了早读结束，被同学们围观着送到医务室的。别人问他为什么躺在地上，他也支支吾吾的不敢说。沈怀旭最初本来不关心，后来听我说苏清河是想推我，顿时跟炸毛了似的，立马带着我去提议。苏清河是我们学校的年级第1，以后清北的种子选手，要是有个3长2短怎么能行？我强烈建议调监控看看。苏清河连连摇头，不了，不用，这样太给大家添麻烦了。沈怀旭眸色深沉，看着他带了几分不容拒绝，你还真是个善良的女孩，被人欺负都默不作声，你这腿一看就不可能是自己摔的呀，自己能摔成这样？苏清河欲哭无泪，还想说什么，校长先开了口，对，我绝对不允许在我的地盘有这种事情的发生。苏清河惨白了脸，只能眼睁睁看着校长义愤填膺地打开监控，然后全场静默。在场的老师视线默默地停留在我身上，又停留在他身上。监控是无声的，但是能清晰可见地看见是他先推的我。这下县年级第1推了原年级第1，校长很难做人了，他只能轻轻地咳了一声，故作责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把苏清河送去医务室？我面无表情地说，他要把我推下楼梯，要不是他自作自受，我现在可能已经半身不遂了。我走之前没踹2脚，都是因为我有素质。我说的也有道理。校长干巴巴地笑着，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沈怀旭倏然开口，这种行为这么恶劣，不记过吗？苏清河一脸震惊，沈怀旭，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居然要我记过，是因为桑丽吗？校长有些为难，孩子们现在已经高3了，要是记过的话，档案上可就一辈子有污点了。沈怀旭没说话，只是看着校长淡淡的笑。校长最终还是妥协了，因为沈家给学校捐了2栋教学楼、100台电脑，还有半个校区。
现在沈怀旭只不过是想主持公道而已，校长没有什么理由不同意。苏清河全程狠狠地盯着我。校长和老师们走了后，苏清河忍无可忍地开口：“桑丽，现在你满意了吧？把我踩在脚底下的感觉是不是很爽啊？”我沉默几秒，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瞧得起你过，踩死一只蝼蚁，不存在什么爽不爽。我是真的瞧不起苏清河。准确地说，他这种投机取巧的人，注定从一开始就是会失败的。苏清河是女主，其实最初遇上的是锦鲤天道。天道说她是一中无一的幸运儿，选中了她。最初给她的选择有2个，一个是努力系统，一个是攻略系统。顾名思义，努力系统就是一份努力可以获得双倍回报，获得开挂人生。攻略系统则是通过攻略世界男主的好感值，就可以在商城中兑换各种金手指。苏清河选择了攻略系统，毕竟攻略一个男人的难度要远远低于自己努力。不想努力，只想不劳而获，还可以穿梭在这些各方面都优秀的男人中间，简直不要太好了好吗？可是沈怀旭是个硬茬，苏清河又觉得自己是那个被天道选择的女主，沈怀旭生来就应该爱上她。甚至在攻略这件事情上，苏清河都没有做到多么的努力。从始至终，他总是莫名的高傲，放大化就觉得成功理应是他的。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苏清河攻略不了沈怀旭，没过多久他就原形毕露了。先是老师在课堂上点名让他回答的问题，他永远支支吾吾地回答不出来。再是随堂测试，同桌想抄他的，他不愿意，结果成绩下来距离及格都还有一大截。第2次月考的时候，分数更是低得离谱，100分都不到。而我则恰好和他相反，有之前的苏清河刺激了我一番，我对学习更加热爱。而且我时常会想，如果下一次出现一个有脑子且绝对强悍的攻略者，我有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意志突出重围？本来我就是接近满分的水平，现在查漏补缺后更属于无限接近满分。现在我的同桌炙热的视线又回到了我的身上，他尖叫声不绝于耳：“天啊，桑丽，你是我的神！”苏清河只能做最后的挣扎，那就是在第3次月考前，想尽办法溜进了沈家，想爬沈怀旭的床。当天晚上，苏清河穿了一件薄如蝉翼的冰丝睡衣，骚得飞起。但是沈怀旭不为所动，反而黑着脸把他丢出了门外。苏清河一不小心还被记者拍到走光，丢脸丢到家了。第2天，苏清河光着脚满大街寻找着他口中的系统，似乎已经陷入了疯魔。而我翻开了那本原著，却发现苏清河这个女1号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女配。没错，这本原著是在1年前就出现在了我的书架上的。那时我就知道我是恶毒女配，而苏清河是攻略文女主。只是这本书当时只写到了苏清河转学过来的时候，后续的命运都是由我用自己的一步一个脚印硬生生写出来的。我漫不经心地将这本书放回了原位，还附带着一声嗤笑。其实我就当个女配也没关系啊，我是女配又不代表要为女主做配。我话音刚落，敲门声响起，是沈怀旭。他打着伞站在光里，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束洋甘菊。桑丽，以后每天都等我回家好不好？这次他没有叫我书呆子，我知道他喜欢我很久了。少年炙热纯粹的眼神是装不出来的。我正色道：“可是我喜欢学习也。”沈怀旭嘴角噙着浅笑，目光温柔。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除了家里人有点钱，其他什么都没有。学习不好，不听话，可是我这个人也不坏，还专情。认定了你就想和你有一个好一点的结局，你可以试试。至于学习的话，我觉得我很聪明的，桑老师可以考虑教教我。门外晚霞渐起，此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是动心的吧？只是从前不敢承认罢了。学习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虽然我很热爱，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晚上11、2点才睡，一个星期笔芯就要写掉好几根，
有的时候饭也吃不上2顿。稳坐年级第一都是靠努力换来的。所有人都很羡慕我，亦或者崇拜我，觉得我很厉害。只有沈怀旭会边骂我书呆子，边温柔款款地担心我会不会累。我突然想牵沈怀旭的手，我也这么做了。被我牵上的时候，本来还用漫不经心掩饰紧张的沈怀旭直接愣住了，呆在原地。我浅笑着说，你想当我男朋友的话，你就得说话算话，不说和我考同一所大学，考同一个城市的大学总能行吧。伞被他错愕地摔到了地上，天上尚且燥热的太阳晒到他的脸上。我皱起眉，你不能晒太阳的。我话还没说完，沈怀旭就得寸进尺地将我的手放到他脸上，浑身都带上了委屈，像一只流浪的大狗狗。那你帮我挡挡太阳吧。分明就是想让我摸摸他的脸。我微不可察地勾了勾唇。后来我考上了清北，沈怀旭非说要和我一个学校，复读了2年，成了我的学弟。再后来，我作为成功校友回到学校讲话，站在台上，我看着台下一片朝气蓬勃的新鲜面孔，他们看着我的眼神都带着期许和崇拜。我说，在剧本中有主角，有配角，可即便我们拿到的是配角的牌，也不一定必须给女主做配。只要我们敢于抗争命运，你就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没有努力是白费的，它会铭刻我的骨髓，深入我的心脏，让我一天更比一天好。我希望他们如果某天遇见手握金手指的所谓女主，也能拿出自己全部的力气说，你是女主不重要，我也可以是。沈怀旭番外，我其实也是看过原著的，只是桑利那个书呆子不知道，我也不打算告诉他。看见原著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作者写的是一坨屎吗？在这本书的大纲里，我最后被苏清河攻略，爱他爱得死去活来，厌恶了年少时我一直想要保护的桑利。书里对桑利的形容是恶毒的年级第一，可是桑利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桑利不喜欢我，是因为桑家最近几年没落了，他的爸爸妈妈一直在他耳边说，他必须要嫁给我。这个书呆子喜欢学习，觉得靠自己能走出一条血路，不想靠我而已。他吊着我，是因为他内心深处是喜欢我的，不想失去我。这些哥都知道的。他要不喜欢我，为什么会吊着我？为什么不吊着别人呢？而且我每次保护了他以后，他哭哭啼啼的模样，看起来的确很像在心疼我。总之，桑利也是喜欢我的，而我也好喜欢他。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天定良缘，为什么非要插一个草包苏清河进来？所以我搞不懂作者是怎么想的。苏清河来勾引我那天晚上，跟个疯子一样质问我，你到底喜欢桑利哪了？他有什么好的？啊，他哪都好，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姑娘。可能是因为书上还说了，桑利是我的白月光啊，她的灵魂无可替代，她是通透的、干净的，非常美好的。桑利自己大概也记不得了，我很小的时候被我爸关小黑屋，是他每次借口来找我借玩具把我救出来的。我考倒数第一，其实也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学不进去，我只是想让他主动教教我。我就是很爱他，一边埋怨我怎么这么坏，一边抱着书本往我家跑啊。我突然想起在我家静谧的夜晚，电视声嘈杂吵闹，他安安静静地抱着书抬头看着天上的月光。当时我只顾着偷偷地看他的模样，没能去注意月亮的形状。如今他成为了我的那轮月亮，这大抵就是白月光的意义。他始终在我心上最干净的那个地方，所以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被一个攻略者替代呢？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谢谢大家。